嘿，今天玩玩具了吗？四眼换两眼，当然看得出来是2号机啦。本集来看看由 CC Toys 出品的 EVA 2号机2世。登场于作品 EVA Galeon Anima 是以新世纪福音战士动画原作的第24话为分起点，人类补完计划并没有发动的3年后为背景的故事。虽然是原作的平行世界衍生作品，但是很多设定与原作或是后来的新剧场版都有相当程度的不同。除了驾驶员们从国中生变成了高中生，在机体的部分也有更多不同类型的衍生变体，延续了铁魄系列外盒的线稿风格，内层同样有漂亮的彩图，当然背面也是黑白的大头图稿哦。2号机2世，2号机在原作最后与多部量产型 EVA 激战后的修改型，但因为前次大战头部遭到重创，导致视神经严重受损啦，因此修复后从原本的4眼也改成了双眼。另外也因为与驾驶员明日香的精神成长联动，使得2号机的本体也跟着改变，所以外观的装甲与拘束器也都换成新型的啦。而能源的供应也从原本的有线脐带电缆换成了无线接收系统，大幅降低原本作战时的能源风险问题哦。本款的尺寸与上一款的最终号机相仿，高度都来到了30公分等级。铁块的系列合金含量都不低啦，不过 EVA 外形都比较纤细，所以重量上也相对就比较轻，大概就是这么重。对照原设定，本款的外形修整更加的纤细啦，四肢与身躯的比例也经过了一定程度上的微调，并且明显的缩小头部的尺寸，整体看起来确实也比原设定更加的飒爽啦。外形上其实没有什么好挑剔的，因为原设定的外形就跟原本 TV 版的风格差异不小啦。色块的搭配与细节的堆叠都丰富了许多，调性上反而跟 CCS Toys 一贯的魔改风格更大啦。重置的双眼头部看起来也是相当的英气非凡，虽然一样是下巴很长啦，可是厚道感就没有之前最终号机那么重啦。身上的凸起部位不少，但因为都没有在意安全性，所以把玩的时候还是要务必小心哦。像是头部与胸前的尖角，还有手臂突出的金属零件都比较锐利。全机涂装2种红色与亮橘色做搭配，深色部位也用不同的色泽与涂装方式做区隔。深色雾面代表较内层的关节结构，外层则用亮面与金属喷涂来呈现。虽然主色这种大红色多少还是会有一点焦感啦，可是整体上来说并不会真的看起来很焦，涂装上还是维持相当良好的表现。颈部是复合式结构，前后幅度很大，可是左右还好。头颈连接处有一个联动的咽喉关节哦，可是抬到最高会有断层。头部本身也有多方向的可动，可是有一点紧。另外为了避免头上的角损毁，有附属一对的备用品哦。蛇腹式外形的躯干，严格来说算是4节啦，有2处可以水平转动，左右弯曲主要依靠最下层的关节，上胸只是辅助。向前弯曲的幅度相当不错。斜方2处装甲是球形关节可动，手臂转动的时候，肩膀装甲会跟着转哦。不过肩膀装甲自己也能够有限度的前后左右摆动，并且前方还有一片小翅膀可以翻开，根部可以上下，也可以向前延展，并且跟胸前的橘色装甲有联动。水平抬举依靠手臂自己的关节就可以达到90度，但借由根部的关节可以再往上抬一点点，上臂可以转动。手臂弯举幅度巨大，手腕的外装甲有些微的单方向可动，有附属6对的替换手收。裙甲结构是一体的，可以向上翻开。髋关节没有特殊结构，大腿前抬举幅度大概是90度，往斜前方可以大幅提升范围哦。大腿根部与外侧外装甲都有联动机关，水平抬举范围不到90度，可是够用啦。大腿可以转动，但只有单方向。大腿后侧与小腿有联动设计哦，因此膝盖弯曲的时候会直接大腿贴小腿。膝盖装甲没有联动啦，可是可以些微摆动。脚踝关节可以转动，脚掌前后的范围普通，而且紧实度应该会在几次把玩之后明显降低哦。接地关节是斜切，所以需要配合脚踝的关节。脚掌前后外装甲都可以些微可动，前脚掌可以单方向的调整，可是紧实度也是有一点低啦。本款的发光机构就是4眼变2眼的双眼啦，直接现省另外2只眼睛的发光机构。电池舱盖就是后脑袋壳，需要1颗 CR927的电池，亮度表现还行，采用磁力开关。开关本身是电缆线的插头造型，晚一点会讲到它。背后的插入栓结构有重现哦，头部低下，
后侧拉开，前端就可以翻出来了。不过本款并没有做插入栓装置啦，因此只有造型不可以直接拿出来。本款有附属一座尺寸不小的武器挂架哦，挂架本身几乎都是合金成分。主支架有3处可动，转盘上有各3个挂架，各自有2处可动。这整个支架在刚开盒的时候非常的硬哦，建议先用工具转动各个可动处，避免玩的时候手受伤。另外还有附属3种共6个武器载垫，但本款并没有附属太多武器可以挂上去啦，不排除之后会有武器包大法。微波雷射供电整流天线，整只接收器的外形表现相当出色。虽然本体并没有合金成分，不过全部都有上涂装。连线杆部分就都是合金部件啦，并且提供了不小的可调范围。整个接收器可以左右展开变成轮状。有附属专用的底座支架，不过都不大。另外还有一根蛇管支架可以使用哦。安装点在双肩突出装甲的后侧滑轨，左右2边都可以安装。有附属电缆线1条，软管材质，里面没有铁丝，因此形状与角度都不会固定哦。而且这个材质时间到，应该还是会有皲裂的状况。安装方式为电缆线连接接收器，还有插头，插头则可以装在下背的插座。左右肩膀装甲上方的前缘掀开，各附属了一把高振动离子短刀，连接的方式是磁吸式，可以直接翻开来握持使用。不过短刀的造型不是原本2号机专用的美工刀外形，大概是设定不一样吧。附属了一个不小的武器库塔，武器库塔本身的造型符合原作的风格，有非常多的细节刻画，表面也有非常丰富的文字还有标示哦。整个塔都有涂装，底色是用雾面，银色则是用金属漆来提升质感。在装上挂架之后，就能够挂载在大型的武器架中间啦。不过体积很大，而且会严重影响重心，建议使用支架。武器库塔的开启旋钮是弹簧设计，角度大约是45度。拉开里面是收纳新型的电磁步枪 Power 8，卡宾枪形式的本体在右侧，长枪管型的替换键在左侧。装纳方式都是滑轨挂架或是磁吸式，因此拿取算是蛮方便的哦。也可以有效避免连接点若是直接使用支装，有可能会有断裂的风险。最外侧还有一面紧急用盾，同样是用磁吸式附着在外侧，取下之后把手展开就完成啦。内部可以放2条附属的弹匣哦，搭配附属的武器挂架就不一定要用手持了。N2 爆弹挂架，原作中破坏力惊人，但战果总是有限的武装。外盖是磁吸式，一式有4颗爆弹阶可以单独取下。爆弹的外壳是绿色透明零件，看起来颇精致，而且竟然有做爆弹的核心，并且还可以拔出来哦。只是这个透明绿色又可以拔出来，一直会让我联想到挂架的背后也具备滑轨，因此也可以任意挂载在武器架或者机身上。新型电磁步枪 Power 8，整个枪身的设计相当前卫好看，配合2号机的红色配色也有做风格的搭配。整个枪体并没有特别的机关啦，仅有前面的辅助握把可以动。长枪管型则需要大量的替换零件啦，基本上直接梦回当兵的步枪大部分解啊。首先枪身2侧有磁吸外盖要先盖上去，拆掉短的枪头、握柄还有短的弹匣。然后插入疑似瞄准镜与辅助握把，接着插入长握柄还有长弹匣，最后将辅助的脚架与长枪管插入就完成了。长距离模式除了肉眼可见的枪体变长之外，设定上除了强化射程，还有可以直接侵蚀 AT 立场的能力哦。长距离的替换零件也都没有合金成分，所以就算变大把了也不会很重。另外疑似瞄准镜的东西滑轨并没有很紧哦，它会晃动。很大一把的朗基努斯之枪，外形的颜色不是原作中的鲜红色，而是换成比较像血的暗红色。设定上虽然这一把是复制品，不过性能与原始版相当哦，并且也是原作动画中2号机被量产型爆头的那一把。最后是地台支架，系列的祖传风格黑底烫金字样，同样附属长短2根金属支架可以选用。
不过为何不直接换成粗的蛇管支架呢？接收器用的那一根太细了，撑不住本体。小说登场的 EVA 系列认识的人不算多，目前也没有其他媒介有登场过。本款的2号机形态也不是原作中的最终样貌哦，但其他形态基本上要商品化，应该是有一点难度啦。绘出这一款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啦。外形表现上能维持这个品牌的水准，够帅气也够亮眼，将原设定修整的相当出色哦。别于上一款最终号机外形的氛围，除了展现出原本2号机的飒爽风格之外，却还看得出来是同一个系列的哦。附属武装虽然看似很多很杂啦，不过对比本体与武器挂架的挂载点，其实本款附属的武装真的不算丰富哦。但因为挂载点跟前一款最终号机的规格相同啦，所以是可以直接拿来用。只是因为前一款的武装都是紫色，搭起来不一定好看就是。总之，这部小说作品别于原作与新剧场版的风格，只是实在太没有人知道啦。不过如此冷门，竟然还有厂商愿意出啦，而且还是在整体表现都不错的产线上。当然，这是指无视 QC 问题的状态之下。就这样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拜拜。